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，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。之前华为推出了 5G 手机，用的是中芯国际所生产的7纳米芯片，结果轰动世界，小粉红激动了，热血沸腾。很多人说中国突破了美国的封锁，可是事实啪啪打了他们的脸。就在中国半导体行业欢呼雀跃了也就不到3天的时间，在本月7号，就是星期四的时候，所有股票大跌，几乎全部崩盘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美国众议院的一位议员发表了一个讲话，他说华为最新推出的 Mate 60 Pro 的手机使用的芯片是绝对不可能在没有美国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完成，失去美国技术它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。那它怎么生产了高端芯片呢？那么说明中芯国际绕开了美国的制裁，所以说美国要对中芯国际进行全面制裁。他呼吁美国商务部停止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出口许可，结果这一句话就导致中芯股票出现大暴跌。在7号的时候，中芯在科创板暴跌超过 8%， 在港股的股价也暴跌 7.6%， 中芯受挫也拖累了其他的半导体行业的股票，其中光阻剂的概念股跌得最严重，波长光电的跌幅超过 15%， 还有同义股份重挫 12%。中国的沪深两市有总共超过4500个股票下跌。为什么美国说可能要制裁华为跟中兴，就导致中国的股票大跌呢？是不是从侧面反映出实际上华为跟中兴还是要依靠美国技术的？如果你真的能完成独立自主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芯片和 5G 手机的话，那你为什么担忧美国的制裁呢？美国之前也不是没有制裁华为，对不对？一直都有制裁啊。为什么他们现在说要制裁，导致股票大跌？就是大家担忧美国的制裁，他们担忧华为跟中芯再也拿不到美国的技术或者美国的设备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个7纳米技术可能就是天花板了，再也生产不出来了，所以他们才担心，所有的股票在大跌。资本是最聪明的，它背后反映出的是理性和逻辑，他觉得赚不到钱了，企业会有损失，他自然这个资金就撤出了，他不管你什么爱国不爱国 OK。 当然那些所谓支持华为爱国小粉红，他们也只是嘴上说说，他们真的会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个 5G 手机吗？也不见得，对吧？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这位议员他讲的确实没错，7纳米的技术中国根本就没有达到，中国甚至只有28纳米的水平，怎么就突然生产出7纳米芯片了？要不然他就是用了台积电在美国制裁之前所生产出的这批旧货，要不然就是他自己生产的是用了荷兰的 DUV， 因为 EUV 被美国禁了，不能够卖给中国啊，因为这些设备都有美国技术嘛，所以 EUV 拿不到，但是 DUV 这个深紫外光刻机是能够拿到的，而 DUV 最高就能够达到7纳米，你再达不到更高的。所以说很有可能这次即使不是台积电生产的旧货，那么也是中芯国际拿到的荷兰 DUV 生产出来的7纳米芯片。而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做节目讲过，而且外界曾经早就传出过，这个中芯国际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有人发现搞虚拟货币的这个挖矿机内部的芯片就是中芯国际生产的7纳米芯片，所以说它是真的有可能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。但是如果一旦美国全面禁止，连 DUV 都禁止卖给中芯国际了，我就请问你，你怎么生产这个高端芯片？这也是为什么光阻剂相关的概念股跌得最严重。你都拿不到光刻机的，你光阻剂这个材料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而现在美国已经跟荷兰达成了协议，未来荷兰的即使 DUV 的光刻机从明年开始也不会卖给中国了。这就是在慢慢的加强围堵制裁的范围。因为之前华为推出了 5G 手机，很多的粉红都在嘲笑美国的制裁，说我们突破了，你制裁是没有用的。我在网上还看到了一张图片对比了说中国突破美国封锁大事记。美国封锁了 GPS 核心技术，那么中国就自行研制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，还有美国禁止中国进入美国的国际空间站，中国就逐步建成自己的国际空间站，又名天宫空间站。还有美国封锁芯片的技术，结果中国突破了 5G 技术，华为 Mate 60 Pro 上市。不管是北斗卫星、中国的空间站，还是现在的所谓华为的 5G 技术 OK， 这些全部实际上都是在依赖西方的技术，或者说更多的是依赖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的技术。所以并不是美国封锁了中国，所以中国能够倒逼出这些技术，而是美国的封锁力度不够大所造成的，中国还可以继续的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西方的技术，最后建成这些东西，这才是事实 OK。 所以就算是这张大外宣的图，
我也不会藏着掖着，我也会大大方方展示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恰恰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围堵的力度不够。你美国不制裁中国了，中国难道就不会建成这些设备了吗？它可能建得更快更好。所以不管有没有这张照片，事实都证明了围堵是对的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封锁的还不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批评过拜登政府绥靖。但是有些人支持拜登政府，所以就觉得说不公平，拜登政府做的事情很多呀，不比川普少啊。但问题是，川普是开先河第一人，对吧？那么拜登当然主要延续了川普的对中国的这些关税啊，这个科技封锁呀，但是力度不够，力度不够的这个衡量标准是跟未来的总统比，他力度不够。OK， 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它只会越来越严。你说美国的封锁没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。看看朝鲜，它除了从中国、俄罗斯那边换点技术、换点口粮以外，它还能有什么？被封锁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说，对中国的封锁不是没有用，而是力度不够。当然，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力度不够啊，就是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融入到了全球化当中，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杀敌1000可能要自损800。那么美国内部也有政治斗争，很多的利益团体有很多游说，总之很多事情是慢慢一点点推动的。我们也理解为什么拜登政府会绥靖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给他们压力。政府很多事情是必须要人民推着往前走的。首先人民要推动国会，国会再推动政府。现在很多都是国会起草通过法案，然后由拜登总统签署，然后再由国务院去实施，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流程，所以施加压力是必须的。该骂还是要骂啊！对这个美国政府该说还是要说。那么好，最后我再提一个事儿，其实前几天就有这条新闻，中国政府从9月1号开始正式的征求意见，修改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。其中最引起大家关注的一条，官方的媒体我看很多是试图淡化的，这一部分其实反而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新增了第34条。第2项提到，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、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和标志，这也要处以罚款啊，情节较重还要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。还有第3点，制作、传播、宣扬、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、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，这也是一条违法行为。剩下的几条4、5、6，这都是之前已经有的。包括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，宣传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。它多加这2条，实际上就把这个社会管制的范围再扩大了。扩大到什么呢？你的穿着和你的言论。而这个言论的定义是如此之模糊不清，跟香港的国安法差不多啊，都是随便定义的。政府想怎么定义怎么定义。什么叫有损中华民族精神、伤害中华民族感情？中华民族的感情是否受伤害，是谁说了算？是这个政府说了算吗？如果是中共政府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话，那么实际上这就不是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，那实际上就是伤害中共政府的感情，他就要抓你，对吧？他其实这个意思。那么好，怎么叫做伤害感情？那还不是他说了算。而且他这里面提到了，不光是有这种物品存在，还有言论也算，虚的言论也算。那什么叫做传播、宣扬、散布？我跟我的朋友讲一个，这算不算传播？传播我的看法，那是不是警察可以抓我呢？这句话本身就已经严重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，而这种所谓言论的定义又是如此的模糊不清，它等于是再一次的否定了中国宪法，再一次的彻底的剥夺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。看到这条法律就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中国人民有言论自由了。我们就以这个为案例。我最近看到网上一段影片，就是有几个小女孩穿着汉服在一个公园，结果被管理园区的工作人员给拦住了，说你这是和服，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。他们就解释说，我们这不是和服，这是汉服啊。不要把日本人当中国的货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这不是日本人的妆造。儿子学爸爸，没有说爸爸像儿子。我看到这个影片，我就觉得这个女孩不管你穿什么服，你有没有伤害在场的中国人民的感情，伤害了，对吧？那你是不是触犯了社会治安管理条例，就应该把你拘留和罚款？虽然你穿的是汉服，但是你确实伤害人民的感情了，因为这些人真的以为这是和服。是汉服还是和服并不重要，法律没有规定你穿什么服，但是法律规定的是你是不是伤害感情了，所以是非对错都可以不管了，只要政府认为你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，你就有牢狱之灾。
从这儿可以看出，如果这个法律去真的应用的话，是多么的荒谬。所以现在海外媒体说，这个罪行就是口袋罪啊，是一个口袋，什么都可以往里装。有人嘲讽说，穿个衣服就损害感情了啊，这感情也太脆弱了。吃一口肯德基可能就要举报你啊！以后你说国外好就是伤害中华民族感情，就要抓起来，而且是有法可依。你说这样的国家吓人不吓人？好，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，也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，还有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